最近一段时间，关于3ILS 的消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几乎隔三差五就上一次头条，让人感觉这位星际陌生访客正一步步走进我们的视野。而眼下，来自哈勃与韦伯两台旗舰望远镜的新鲜影像又抛出重磅，他们在细节上给出了出乎意料的线索，挑战了我们之前的直觉判断。起初，科研团队的共识很朴素，那一圈亮光多半是尘埃云把太阳光反射回来，像雾里打灯一样，看起来特别显眼。可进一步的数据一比较，大家发现不对劲，这个解释有明显的漏洞，和观测到的亮度分布对不上号。最新的测量显示，它周围那层尘埃稀得惊人，稀到像是一层淡淡的薄纱，从光学上看几近透明，难以产生强烈反射。这就引申出一个关键点，既然尘埃分量不够，那眼前这团明晃晃的亮度就不能单靠反射来交代清楚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这道光究竟从哪儿冒出来的？背后有什么更深的物理过程？对此，哈佛大学的阿维勒布教授给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但也有理有据的回答，立刻引发了学界热议。他的观点是，这玩意儿也许会自己发光，不完全靠太阳照射。换句话说，它很可能不只是普通的自然碎片。可问题又绕回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一艘外星来客正穿行我们的太阳系？听起来大胆，但得拿证据说话。拉勒布为何敢提出这种看似离谱的设想？必然有一串观测细节在支撑他的推理链条。同时，其他天文学家怎么回应？是赞同、存疑，还是直言反对？观点的碰撞也同样精彩。不妨跟着我们把线索一条条梳理到最后，看看这些证据究竟指向哪种解释。答案也许就藏在细节里。可以说，这次不仅来了位跨星际的新面孔，也把一场高水平的科学争论送到了台前，观点交锋相当激烈。3ILS 在7月1日被正式识别出来，从轨道参数看，它不是本地货，显然是从太阳系之外长途跋涉而来。因为它走的是双曲线轨道，速度又高，意味着它不像行星那样被太阳圈养，而是一个自由来去的过客。可正是这种不受束缚的特性，让它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自然体还是别的什么？争议点一下子多了。概括来说，当前有两条思路来解，一条是常规解释，一条是非常规可能，各有证据与盲点。主流看法较稳妥，它就是颗彗星，只不过出身遥远，经历特殊，所以表现出一些与本地彗星不太一样的细节。证据之一是它带有挥发，那层由太阳加热后挥发出来的气体与微尘，像个模糊外壳，把核包在里面，这是彗星的标配。另外，尺寸估算落在几公里量级，正对标外太阳系冰块类天体的常见范围，这也挺符合彗星画像。综合来看，你很难找出非要另作它解的必要，把它当作一颗古老路过的彗星，似乎就能自洽。当然，除非你像阿维勒布那样，愿意从非常规角度把问题再掰开揉碎，去找别样的解释，这倒也不奇怪。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勒布一直乐于对边缘线索保持开放心态。早在奥莫莫事件时，他就公开提出过大胆设想，那也许是类人造的太阳帆，这让他名声大噪，也招来不少争议。回到 3ILS， 上面这些起点在他的轨迹里也能看到，勒布便再次把目光对准了这些异常之处。比如他几乎走的是逆行路线，和绝大多数行星绕太阳的方向反着来，这在统计上本就少见。勒布强调，这样对着黄道面来的机会并不高，按他的估算大概是 2% 左右，已经足够让人侧目。更让他在意的是，他的路径似乎还擦身过火星、金星、木星一线，像是专挑热闹地带走。用概率话术讲，这样的近侧飞掠连在一起发生，估计只有1/1000到1/2的把握，确实偏低。
再加一条七跷处，它到达近日点那会儿，从地球视角居然看不太到，这让关键时段的地基观测变得棘手。种种叠加在一起，勒布才提出有目的穿越地球系统的可能性，至少他认为值得认真评估。换句话说，他把这些异常组合解读为智能设计的迹象，认为不能简单用随机巧合带过。那2台太空显微镜，哈勃和韦伯，自然不会错过它。3I-Atlas 成了他们近期重点跟踪的对象，数据一波接一波，他们的联合观测不但补上了参数空白，还抖出了几处超出预期的细节，逼的理论要做微调。总体看，哈勃交出的光学影像分辨率很能打，是目前最清楚的一批，让我们第一次把轮廓看得更明白。这组图拍摄于2025年7月21日，当时它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离地球不到 4.5 亿公里，算是近景特写。基于这些影像和配套测算，团队也把它的飞行速度定得更准了，误差范围明显收敛。结果显示，它大约以每秒58公里，也就是每小时约21万公里的速度横穿太阳系，这在已观测到的访客里相当快。别小看这个数字，这几乎把它推到了速度榜的前列，在同类星际来客中属于顶尖水平。当然，不排除未来还有更快的访客闯进来。宇宙里从不缺更极端的样本。按动力学估算，靠近太阳时会被拽得更快，速度可能提升到每小时约22万公里，呈现典型俯冲加速。它的高速度分量也让人联想到银河系后盘起源的可能，那里恒星族群更老，轨道更倾斜，时间尺度上能累积更大的能量变化。常年在星际间漂移的过程中，它或许多次从恒星或气体云旁擦身而过，像打引力弹弓一样一点点加速。不过具体从哪儿出发仍然是问号。原因很简单，来得快，走得急，留给我们观测的窗口又短，要把身世查清并不容易。至于外形，更是迷雾重重，想象空间很大，但证据还不够扎实，因为外围包着尘气外壳，哪怕用哈勃放大看，也难以看穿核心的几何形状，像隔着毛玻璃看物体。不过图像分析给了一个明确信号，这层尘云非常稀疏，密度比我们在很多彗星上见到的要低，也就是说颗粒分布的又松又散，散射和遮挡能力都有限，光能轻松穿过。所以耐圈亮光如果只归因于尘粒反射，就显得解释力不足。勒布对这一点有自己的说法，我们稍后展开。尽管如此，惠发还是派上了用场，他帮我们反推出核心的大致尺寸，这一点很关键。研究人员用惠发的亮度与扩散尺度做反演，把核的可能直径范围一步步收窄。目前给出的区间在 0.32 到 5.6 公里，可能偏向低端。即便如此，相比奥莫莫和阿尔鲍里索夫，这回的尺度依然更扎眼。但奇怪的是，我们没看到那种又细又长、方向明确的典型彗尾，这和传统印象不太一样。这次挥发气体拖拽的微尘没有排队呈现，而是摊成一片宽阔模糊的羽状云，边界不清。前面提过，哈勃看的是可见光细节，韦伯则在红外段补位，两者相互印证，把画面拼得更完整。韦伯的高分辨率红外光谱把成分谱系拉了个清单，二氧化碳的信号格外强，显示彗发里二氧化碳相当富集。相对的，常见在彗星中占大头的水成分却偏少，这个配比和常规样本明显不同。结果就是二氧化碳与二氧化碳的比例异常偏高。结合亮度解释，韦伯的数据支持亮光更像来自核表面本身，而非会发尘埃的单纯反射。说到这儿，也就到了勒布结论发力的关节点，他把自发光的可能性摆上了台面。问题直白点，3I-Atlas 会不会真的自备灯泡，而不是只靠太阳照明？按勒布的说法，单看亮度、强度与分布，若仅用反射模型，
解释就显得吃力，亮得有点超纲。他算了一笔账，若全靠反射，要达到观测到的亮度，核的直径得20公里起跳。可在星际物质的供应与形成概率下，这样的大块头并不常见。再者，前端更亮这件事，很多人解读为朝阳侧在蒸发。勒布则认为这不一定是唯一解释。在他看来，若引入内部能量过程，亮度的空间分布会更顺理成章，不需要把尘埃的反射能力拔得太高。如果它能自发光，那对反射模型要求的大体积就可以打折，核的实际尺寸就可能小很多。他补充说，依靠星际岩石物质库，要频繁产出20公里级的大物件并不现实，时间尺度可能远大于万年级的产率。那这些推断合到一起，究竟把我们引向哪种物理图景？结论到底指什么？如果真有自发光，它靠的是什么能量？是化学热质发光，还是更罕见的机制？从理论菜单上看，内部存在核能来源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在彗星这类小天体上概率极低，缺乏直接证据。于是勒布抛出了一个更极端也更引人瞩目的替代方案，哪怕听上去有些离经叛道。他直言不讳地提出，3ILS 或许是一艘采用核动力的航天器，能量来自内部，不依赖外部照明。至于前端的尘雾喷出，他猜测有可能是长途飞行中积累在表面的沉积物被抖落或排出，形成我们看到的雨流。不过他也强调，这只是开放性假设，非要成立，必须拿出更扎实的观测证据，不能光靠想象。按学术常规，同行当然不会点头就过，尤其是如此炸裂的观点，质疑与复核在所难免。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杰森·赖特就明确反驳，并写文指出，没有充足理由认为 3ILS 自体发光。他批评勒布在数据呈现与参数假设上有偏差，认为由此导出的结论不可靠，尤其在挥发亮度的解读上。赖特认为勒布过度拔高了核的贡献。他强调一点，挥发光学上很薄，并不等同于亮度主要来自核，两者不能简单划等号。理由很直观，尘粒皮多肉少，单位质量的表面积特别大，哪怕数量不多，反光效率也可能压过一个更大的实心核。举例说，一整块鹅卵石反光有限，看着不怎么亮，可若把它碾成粉，撒成一团，散光就强多了，你还能看穿它，但整体亮度确实上来了。再把同样的鹅卵石塞进这团粉里，反而不显眼了，亮度被大量尘粒稀释掉。因此挥发很薄，但反射占主导并不稀奇。这种现象在光学上完全说得通。赖特的建议是，讨论勒布观点时，别忽略尘粒表面积效应这个基本常识。那勒布对此回应如何？他并没有就此收声。他承认，越出格的猜想越得拿出过硬证据，这一点他心里有数，所以他主张抓住10月初，他掠过火星附近的时机，开展一次近距离的深度拍摄。工具也点明了，火星勘测轨道器上的 HiRISE 高分辨率相机，有望给出更清晰的形貌与亮度分布。据他透露，相关建议已经递交 HiRISE 团队，对方反馈积极，技术可行性正在评估。这意味着后续观测很可能再添新料，哪些争议点能被一锤定音，值得期待。如果有新进展，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点个赞，顺手订阅，就能持续跟上这位星际访客的实况。